这一段时间以来呢，我们在 B 站很多热心的观众啊、粉丝们啊，都对我们这个魔术课呢反响非常的热烈。实际上呢，我在 B 站呢第一天短短的2个小时，粉丝就破10万，这说明了什么呢 ？B 站大神。Nice。对不起，有点太得意了，让我缓一下。当然，在这个反响热烈的情况之下呢，有很多人问我，刘千长，你不是平常最反对魔术揭秘的吗？为什么在这边做魔术揭秘呢？我这个叫做魔术教学，这是一种魔术这个艺术呢普及给社会大众的这个行为，和揭秘是2回事。揭秘就是我们常网上看到这些视频啊，它就告诉你魔术的秘密在哪里，它只是把这个秘密给你看或者告诉你，但它并不能让你体会到魔术里面的精神和智慧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你没有办法学了之后表演给你周围的朋友或家人看，你没有办法学会。所以记得这不是魔术揭秘，我这是一个教育性质的推广视频。授人之鱼不如授人以渔，与其告诉你魔术的秘密，不如让你成为魔术师。贵姓？姓袁。袁小姐，好，来随便抓一叠牌，抓几张都可以，像切牌就对了，切牌，你切完就放这边。确定要这么多吗？你可以不高兴再来一次，随便，高兴就好。今天就是你决定，这里就这么多，就这边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这是你切的位置，我就把它做个记号，这样盖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喝水吗？来，水。哦，喝水。这个。这谁的水？算了。好，没事，我这边有这个糖，这是糖啊，等会要用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刚刚切的这个位置，你要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？下面。下面这张好，来拿去，不要让我看见，你自己偷看就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放回去。好，再回来。好，不需要了。你脑子记得那张牌对吧？对。我也不知道你选什么牌，你自己切的牌我也不知道对吧？对。手放着，然后你想象你心中那张牌的意念顺着你的手流到我的手上来。有感觉？有些东西撒点糖显示的比较清楚。想象意念有过来是红桃三轮。是啊。教学时间，这个魔术呢分成2个部分来解说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让白糖在你手上显现出观众心中的扑克牌，用到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肥皂。拿出一块肥皂，把它削成这个形状，像一支笔。然后呢，在你的手上呢，在表演前呢，偷偷的写下一张扑克牌。像我在这边，我写上方片3，好，完全是看不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你拿起这种细微的粉末，好，例如白糖，倒一点上去。这个字就显现出来了。好，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肥皂有粘性嘛，所以这个粉末呢就会被粘着在上面，这个就会出来。是不是一定要白糖呢？不一定，具体要用哪一种粉末呢？看你个人喜好，还有看你周围环境呢有什么东西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在餐厅呢，你就可能想要胡椒啊、白糖啊或盐啊；旁边有人抽烟啊，你可能想要烟灰啦。甚至我自己还试过咖啡粉、沙子、香炉里面的灰啊，基本上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每种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。每个牌子的肥皂呢，用起来效果也不太一样。通常用比较黏腻一点的，好，效果会比较清楚。所以呢，你们自己可以拿回去做实验。这是第一个部分。好，顺便说明一下，你不只可以写在手背上，好，你也可以写在手臂上、你的脸上、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啦。但我自己个人是这边比较方便嘛，好，你不想画在你奇怪的地方，你喜欢也可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进入到我们教学的第2个环节，因为很多人心中在问，虽然我在手上偷偷写了方片3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他切牌一定会切到方片3呢？难道要靠运气吗？难道要上天祈祷吗？难道1/52的机会变52次成功1次吗？我有办法让他切牌一定切到方片3。这个呢，在魔术里面用到了2个重要的概念。第一个概念叫做 force， 强迫选牌。那其实，在扑克牌魔术里面呢，强迫选牌有千万种方法，甚至还有出过一本书这么厚，整本书讲的都是如何强迫观众选到你要他选的那张。在这里呢，我所要介绍给大家是我认为强迫选牌里面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。你可能会觉得很简单，但是越简单的东西越是经典。
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，叫 Crossing Force 交叉切牌破牌法。首先呢，我们得先把方片3找出来。表演前哈，你不要在观众面前找啊。好，这盘没有方片3。没有方片3，好。记得哈，你用肥皂写的一定要是里面有的，不然就会遇到这个情况。你写了一张方片3，结果里面没有方片3，现在要开始重写。好，这次我写一个黑桃8啊，所以呢，当然我就要偷偷把黑桃8先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在整副牌的最上面啊，没人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你也知道。为了让你们记得呢，我在上面写一个黑桃8。记得哈，在表演的过程当中，别真的写上去哈。我们都知道黑桃8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接着呢，我会请观众呢切一部分到旁边去，他会切，请记得黑桃8在这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会把剩下的牌呢拿起来，盖在上面，随便抓一叠牌，抓几张都可以，像切牌就对了，切牌，你切完就放这边。确定要这么多吗？你可以不高兴再来一次，随便，高兴就好。今天就是你决定，这里就这么多，就这边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这你切的位置我就把它做个记号，这样盖起来。接下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分散观众的注意力。这时候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总之把他的注意力从这个扑克牌上面引开。例如，你可以喝水吗？哎呀，刘德华来了！哦，原来是周杰伦啊！有飞碟，我心脏病发。在刚才的表演的里面呢，所做的例子是喝水吗？来，水。哦，喝水。这个。这谁的水？算了。好，没事，我这边有这个糖，这是糖啊，等会要用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刚刚切的这个位置，为什么要做刚才这些分散注意力的动作呢？因为我要让观众忘记哪一叠是哪一叠，哪一张才是他切的牌。所以呢，这时候话题我们注意，再回到这个牌上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这叠牌拿起来。然后我就会说，好，这是你刚才切的位置，对吗？其实不是的，朋友们，他切的位置其实是这一张，想到了吗？记起来了吗 ？What？ 记不起来，我再告诉你一次哈。他把牌拿一叠到这边来，这张才是他切的牌，对吧？哦，根据刚才那一连串的这个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之后呢，观众已经忘记哪一张牌才是他切的牌了。好，这时候你就非常自然的把它拿起来说，好，这是你切的位置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我要用到魔术里面第2个技巧，叫做 equivoque， 也有人叫 equivocate。总之呢，中文的意思叫做双关语。在魔术的领域里面有2种用法，第一种就是一句话有2个意思，第2种叫做2句话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用的是后者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会问他，你要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？这2句话其实同一个意思，不管是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，我指的都是这一张。Oh God, please no！ 因为呢，如果他说你要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，我下面那张。下面那张，你要下面这张，你不要上面那张。OK， 没问题，这张麻烦你记住。那我说下面，上面呢？你要说上面那张是不是？对。你要上面这张，你不要下面这张，可以。来，好狡猾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砸电脑，很想把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扔进屏幕里面丢。魔术师就是这么的狡猾。这种方式呢，其实可以用在生活当中很多地方。好，很多这种行销人员啊，强迫推销的时候啦，幼儿教育啦，其实很多这种话术，甚至撩妹都很多这种话术，对吧？你现在想跟我去看电影还是去吃饭？其实2句话讲的是同一件事，你要跟我约会嘛，对吧？小心，反套路。对，所以呢，不管呢你要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呢，我都会把这张拿起来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偷偷把这张牌记住。那我已经知道他一定是黑桃8，但是我当然假装不知道嘛，我就说你把它记住，他就会记住了。记住了以后呢，叫他随便放进去，我也不在乎他放哪，因为反正我知道他记得一定是黑桃8。接下来就拿出呢周围的粉末，应该不用我解释，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。我们拿一个视觉效果好一点的烟灰。那有在观看我们频道的朋友一定都了解，其实魔术的部分呢是从现在才开始。魔术分成表象的真实和理象的真实。对魔术师来说，理象的真就是刚刚说的秘密动作在这边基本上已经完结了，但对观众来说，魔术是现在才开始的。来，你的手借我一下，这个时候才是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刻啊！我感应到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慢慢的把烟灰在你手上推开，它应该会被肥皂粘住，然后显示出刚才你画的图像黑桃8。